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保民说。外媒关注中国南海的反潜斗争，那到底谁是猫，谁是老鼠呢？这期节目我们就说说这个话题。前几天呢，两家外媒对在2021年初发生在南海北部的一次解放军与美军的海上对峙做了披露和分析，认为随着解放军的核潜艇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进行部署，以及美军加大使用核潜艇来威胁中国，未来中美在反潜方面的对抗将会更加的激烈。这个判断我认为是比较客观中肯的。这一次讨论的源头呢是香港的英文媒体《南华早报》在5月15号发表的一次报道。南华早报有几个中国记者每天都在中国大陆的学术论文网站上浏览公开发表的各种学术论文，与军事有关的消息。他们这次扒到了《舰船电子对抗》期刊上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那根据这篇论文透露的，在2021年的1月5号，在香港以南约150公里的这么一个海域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几架美军反潜巡逻机进行了对抗。这几架美军反潜机可能正在搜寻解放军的潜艇。论文里面并没有透露解放军出动的装备和数量，但是透露了对抗的结果是美军飞机仓皇而逃，甚至主动销毁了投掷到海中的声呐浮标。舰船电子对抗是由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CSIC 江苏扬州723研究所主办的双月刊，主要涉及电子战雷达信号处理和相关技术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报告。美国著名的军事网站战区的编辑注意到了南华早报的这篇文章，专门就文章中披露的对抗事件询问了美军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和美国海军第7舰队司令部。印太司令部是美国军方负责监视印太地区行动的主要司令部，而总部设在日本的第7舰队则负责监督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行动，包括在中国南海的行动。他们得到的正式回答是，在2021年的1月5号，美军的 P-8A 反潜机在距离香港约500公里的永兴岛和海南岛之间的国际领空被2次拦截。另外战区的编辑还检查了在2021年1月5号前后的在线飞行跟踪数据，发现在南海水域确实有2架美国海军的 P-8A 的飞行记录。在线飞行跟踪数据还表明，美国海军的一架 MQ-4C 无人机也在这个地区飞行，而且似乎距离香港更近。那么对此，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回复是，尽管2021年1月5号有一架 MQ-4型飞机在高空飞行，但我们的记录显示它并没有出现在距离香港150公里范围内。看来美军拒绝承认美军的飞机和无人机距离香港如此之近，但是不论他们是否撒谎，都不能减轻他们所飞行区域的敏感性。也许美军认为香港是国际港，美军的行动威胁到来往香港的商业航线似乎不妥，但实际上香港附近的海域并没有那么重要，反倒是他们所声称的飞行区域更加敏感。因为在永兴岛和海南岛之间的海域正好是我军海南、三亚、榆林基地的核潜艇刚刚驶出港口不远的地方。美军在这个地方大肆的进行反潜作战，毫无疑问，这是挑衅行为。我方论文所描述的对抗区域则更加向东，距离有台湾当局占据的东沙群岛不远。那么这里的海域也十分重要，因为继续向东就是台湾和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和巴林塘海峡，这2个海峡是我军潜艇突破第一岛链出入太平洋海域的主要通道之一。从最近几年我军飞机的绕台行动以及中美数次海上对抗的过程来看从海南岛一直到巴士海峡这片海域是我军的必争之地。美国今年与菲律宾根据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确定了美军能够使用9个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其中的4个位于靠近巴士海峡的吕宋岛，主要目的就是要方便反潜机的起降，能够长期在这片海域骚扰我军潜艇，并且监视我军潜艇的出航路线，以方便在战时进行阻击。但是让美军烦恼的是，这片海域距离我国海岸线仅仅500公里左右，是我海军舰艇的日常巡逻区域，我军的岸基战斗机半个小时就能赶到，而美军的反潜机一起飞就会被解放军所掌握。因此，未来中美在这一片海域的对抗和斗争还将继续下去，我们肯定还能听到更多的类似的新闻。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